火箭正在剔牙，韭菜盒子味道不赖，而他的对手却彻底慌了，看看怎么个情况。这个球形底库球太多了，黑球又被打死，很难得高分。恐怕也就火箭有这个威慑力，6颗贴库红球，而且黑球还是死球。就是这样的乱局，对手都害怕他会逆转。发力的斯登为了留出向上的角度，先把上方2颗简单红球吃掉。这样的局面真的能逆转吗？看多特已经喝上了，想必他肯定是深信不疑。作为2006年世锦赛冠军，所以请相信高手的艰辛。底库这个打完，粉就可以留一个向上啊，然后再把上边最后一个简单的红球过渡掉。15之后就得 K 了。角度留得非常舒服，就这指哪打哪的控球能力，谁碰上了都得犯怵。即使分数领先再多，哪怕局面有多复杂，只要没能一杆打死，那对火箭来说，结果可能都等于0。这种情况，塞尔比表示：“这个我熟。”粉球留了足够 K 球的角度，看看效果如何。绝了！精准的勾出左上方这颗，这一下就活了3颗红球，看似轻描淡写的一杆，破局思路简直太神了。对比其他球员 K 球时的磕磕绊绊，火箭真的是独一档的存在。篮球位，如果是停篮球位，底下对左边红球，那会就不好叫舒服了。叫也只能叫一个偏大的角度。我现在看。上方那颗是不是能打？上方那颗能打会好一点。4颗球最上边。看火箭表情不太满意，其实最上方红球完全能打，而且可以打红 K 红。火老师对自己要求真的太高了。漂亮！刚才还让人头皮发麻的残局，瞬间就豁然开朗。关键是火箭能让你觉得他毫不费力。42。现在如果说打低杆做底库的球可以，不过是一个坎。红球留出角度向上，看看这杆是选择粉球中带还是底带。这玩笑开大了，选择发力去打是为了叫粉球底带，这样更好的衔接下一颗红球。但是现在难题都处理完了，没想到给对手做了一锅好菜。这下有意思了，多特还特别客气，这杆母球居然走多了，看给自己着急的，都快赶上囧哥了。现在根本没有其他选择，想要链接红球，就必须选择3库绕台。哇，这个时候摔带，太疯狂了吧！这运气直接背到姥姥家。这种局面反送火箭一个手中球，那还有命在吗？多特委屈的都要哭了，眼前这个老头往那一坐就足够让人不会打球。这应该是考虑的绿球，但是绿球是不是留大了一点点？看着有向上。如果实在是留大了，推一库。还可以。打进篮球就能超分，这杆黄教率还会有变数吗？没有问题。心疼多特2秒钟，喂到嘴边的大饼又吐了出去，而且用这样的方式输掉第1局，后面几局心态很可能直接崩盘。小心。
这就是火箭，不仅是乱局处理大师，更是众多顶尖高手一生难以跨过的梦魇。这绝对是斯诺克史上最具艺术感的斯诺克。粉球径直奔向黑球，而母球转角两步，乖乖地躺进了火箭设计好的背里。严肃的克鲁斯堡现场顿时山呼海啸。能把斯诺克赋予艺术高度的，除了火箭，就只有奥沙利文。其他球员连现成障碍球都还没玩明白，火箭已经用熟练的母球目标球双控打法自创盖被子斯诺克。这天马行空的想法，配上无可挑剔的技术，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作为奥沙利文一生背景地的霍师傅，苦笑的让人心疼。历经千辛万苦打进世锦赛决赛，偏偏对手却是奥沙利文。解球成功的霍师傅没有半点开心，死死地盯着黄球的落点，因为出杆的时候就已经预感这样的力度，黄球大概率是要漏球。霍金斯只能怀揣不安的内心，祈祷火箭准度没有在线。看着球杆的左右摇摆，发力真的太通透了，真的是一物降一物。火箭面对霍师傅总是异常放松，而这种松弛感往往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精彩。继续来找粉球，太精准了！母球三库绕台稳稳的再次藏住，兄弟们可以留心一下。稍后霍师傅来找粉球做斯诺克的时候，两位对线路和力度的把握差距有多明显？头皮发麻的霍金斯只能对着自己头皮谢服，无奈之下只能不讲武德，大力出奇迹还是要拼一下，万一实现了呢？太刺激了，真的是想啥来啥。现场解说惊呼这不可能。面对霍师傅的运气球，火箭淡定的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因为咖啡球完全没有下球路线，想要拿下比赛，仅靠一杆运气球是万万不可能的。霍金斯也盯上粉黑形成的天然屏障，奈何角度和力度实在差的太多。好在咖啡球紧贴库边，看看火箭能否拿回防守主动权。火箭这一杆并没有全力防守，而是拿出了面对赛大师的绝招，故意露一个大角度长台，你打不进就我来打。霍师傅直勾勾地看着台面直咽口水，常年的血脉压制，最终还是选择了更为稳妥的打败方。这一杆继续是来找粉球，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的提升。虽然力度只差了一点点就能贴上粉球，但是面对斯诺克之神，差一点点就等于完全。这就是火箭，一个绝对不能留一丝机会的人，这几乎变态的准度回敬了霍师傅刚才的运气球，分明是想要表达打铁一定要自身硬，幸运球可不能保你一辈子。但是火箭这杆连攻带守，也让自己没法继续衔接篮球。火箭还会选择钓鱼打法吗？果然还是一样的套路，熟悉的味道。难题再次给到了霍师傅，刚才尽全力防守的一杆也被火箭打进，这一次敢选择放手一搏吗？霍金斯是真的手软了，这杆打带防实在不敢恭维，好在运气确实不错，篮球并没有下球的线路。火箭这杆防守也失误了，母球并没能藏在粉球下方，而且还漏了篮球中带的机会。霍师傅直接飞奔而来，忍耐已久的他决定放手一搏。真精准，母球贴库也能空心入袋。常年排在世界前16的霍金斯，技术上绝对拥有夺冠的能力，但是那个要命的小心脏，真的是一言难尽。粉球留出了向上的角度，这也就意味着必须绕台校位飞球。但是，一旦绕台校位，粉球会很大概率打不进。看看霍师傅如何选择，选择了更为稳妥的保进，62比62，比赛再次来到了原点，从争议局变成现在的争议球。霍师傅能否拿出惊艳全场的防守绝招呢？
出杆之后就顿感不妙，继续趴在台面的动作就已经预示了刚才的力度不对。这就是霍师傅最要命的短板，关键时刻扛不住压力，千辛万苦拼出来的机会，总是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霍师傅只能是欲哭无泪。这样的球形，火箭肯定不会再给他起身的机会。这才是狂到极致的一杆。当贴库黄球径直冲向袋口，克鲁斯堡立刻陷入狂欢，唯独赛大师一个人暗自神伤，因为本来自己占尽了优势的局面，不仅小比分绝对领先，而且红球也基本都是死球。奈何突然神智不够清醒，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看着晃荡未尽的红球，而比兄还是难掩失落，但是他却丝毫不慌，因为现在的局面，就算送上一个袋口红球，即便强如火箭，也不可能做到一杆制胜。选择直接叫黑，那就是先尽可能的追回8分，然后再用塞尔比最引以为傲的防守，彻底击垮塞大师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来看看第一杆做球效果如何。漂亮的3库回防路线，而且力度更是恰到好处。无奈旋转给的不够，不仅母球没能藏到黑球身后，现在还露出一杆远台。但是尔比兄刚刚才打丢一个中袋，不知道是否还有勇气再次强硬一把。硬邦邦的准度直接点燃全场，这就是两个人最本质的区别，一个追求极致的安全可控，一个就是要将进攻贯彻到底。说他们是斯诺克最强的矛与盾，应该没有人会反对。但是偏偏火箭一旦手感在线，即便塞尔比是最坚固的盾，也难逃粉碎的命运。真过瘾，5分点也是抬手就赢。但是现在局面越来越难，红球角度小到忽略不计，只能用超强发力的斯登强行校位踩球。果然不会这么顺利，只能说球是圆的，谁也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来临。不过好在运气不赖，而比兄没有丝毫可以进攻的机会。塞大师这杆失误有点太不应该，红球2库没能避开粉球，虽然漏球的角度非常极限，但是对手可是火力全开的火箭，而比兄非常无奈的走回座位，而这一次坐下，恐怕就再也没有起身的机会。这是真变态，手起刀落人抬走。看火箭打球主打就是一个过程，不过现在仍然还有2个死球，这就代表后面还有更惊艳的表演。这个决定胜负的关键球，虽然明知道防守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可还是摆出了强拼到底的进攻架势。而比兄满脸的不可置信，又不是什么杀父之仇，怎么每次都要拼上老命？塞尔比彻底无语，我们辛辛苦苦训练到巅峰，难道就是为了迎来火箭的天赋虐杀？真是太不公平！但是面对这样的角度，还是一颗如此重要的关键球，火箭的表现又不得不让人打心底里佩服。这个斯诺克为他而生的男人，也许就是老天派下来，不断刷新我们对斯诺克的认知。And he's up walking, so it's in, and he needs the brown, blue, and pink. We need to slow down. Just about 26. okay. Big turning point this could be in the match.